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俗语手有十字纹，一生不受穷有什么说法？什么是十字纹？中国历朝历代都蕴含着相术文化，古人不管在建筑、医疗、嫁娶还是事业等方面，多数都会牵涉到相术文化。手相文化历来受到古人的重视，据记载其起源地有三，分别是中国、印度和西洋三支。在民间，手相文化更是历史悠久，绵延不绝。古代相士在给人观相的时候，除了手相，多半还会观其面相、骨相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手中的掌纹亦会因时间而发生改变，所以古人通常就会利用手指的粗细和纹路的变化来预测未来之事。在古印度的一些壁画中，还残留着一些关于古印度的手相记录，足以说明手相文化在古印度的流行程度。此外，中国的手相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朝时期，那个时期手相就已经开始盛行。但是要说到手相文化的完整论著，那就是西汉女相学家许父的《许父相法》一书。此书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具有系统性的相术论著，还为后世相学名家所借鉴，将手相列为人相学中的一个部分。民间关于掌纹的俗语数不胜数，其中有一句说的是手有十字纹，一生不受穷。顾名思义，古人认为一个手掌中拥有十字纹的人，一生都将不会受穷挨饿，是富贵之人。很多人或许疑惑，十字纹跟一个人的穷富有什么联系？所谓的十字纹，就是指手掌中的十字形状的纹路。古人认为此纹路通常居于天纹和地纹之间，也就是现代人们常说的智慧线和感情线的中央位置。而十字纹在手相文化中，则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符号，具有预测未来的说法。十字纹不管是在左手还是在右手，都被古人认为是具有远见和才能的人。古人之所以认为十字纹神秘，是因为十字纹最早是源于阴阳之说。他们认为在盘古开天辟地之时，阳为天，阴为地，万物乃阴阳之气所化，而人也是这万物中的一员。所以在古人的认知当中，十字纹是神秘的纹路，也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玄学说法。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十字纹跟人的手型大小、所处位置也有联系，不同的手型和位置所代表的寓意也不尽相同。当然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说法，就会令人震惊之余又多了怀疑。十字纹固然稀少，但并非拥有它就能事业成功、一生富有。手相文化虽然在我国由来已久，是古人通过几千年的智慧获得的结晶和经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自然有可取之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发达，这些说法带有主观意向，不被人所接受。手有十字纹，一生不受穷，现在看来更是一种强调十字纹稀少、罕见的想法。所谓的一生不受穷，则是在这种罕见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生活的价值，自然就会是一生富贵、衣食无忧了。金生头有灵光，神灵处处庇佑，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必有大作为，财运不断。所以说，人倒霉的时候，喝口水都塞牙缝。这话并没有错，因为人的身上遍布磁场，非常容易受到外物的影响。因此一旦运势开始走低，坏磁场的影响就会逐渐扩大，屋漏偏遇连阴雨，衰运连连。第二，象征女人命好、财富的9种手纹图，快对照看，每个人的手纹都是有所不同的，而且细细看去还能找到一些规则。手中的这些纹路往往都和命运是分不开的。那么在手相学中，哪9种手纹的女人命好？
一财运文，好命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财富运好。想知道自己财运如何的话，看看这条财运文就知道了。财运文的位置比较好找，若有此线，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你如果是从商求财，必定是财如流水，连绵不断。此外，有此文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二、星形文，手纹之中，星形文是比较常见的，但也并非人人都有。如果有星形文的话，真的是恭喜你啦！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三、井字文，井字文也是用来判断事业方面发展前途的。拥有井字文的人在事业上更容易成功，拥有更多获取巨大财富的能力，是很令人羡慕的哦。四、田字文，不仅是田字文，包括像是有口字文的话，也是好的征兆。这种手纹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文，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口字文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行业，并因此而发财。五、豪宅文，这个想必是很多人都想拥有的吧？豪宅可以说是每个人的梦想了。豪宅文的位置在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文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易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六、黑字文，手相之中黑字文比较少见，如果你有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了。拥有黑字文的人会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温馨提示：当自然握拳时，黑字文需正好在拳头内。七、公印文，公印一般在办公的时候见得最多，公印文代表着工作、事业。手相中有公印文的人适宜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工作，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八、遇贵文，无论自己多优秀，想要成大事，自然少不了贵人相助。遇贵文的意义就很重大了。遇贵文起于乾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手相上有遇贵文的人，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济，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有利之帮扶，故若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必定发财无疑。九、祖弼文，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遭遇挫折，有祖先庇佑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祖弼文因得长辈之印币而命名，拥有祖弼文的人容易继承祖业而发财，即富二代之类也。此手纹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第三，娶妻看嘴巴，嫁汉先手掌。流传千年的婚姻忠告，古人认为，一个女人的嘴巴大小和形状是决定一生幸福的关键，甚至说，还可以从一个人的口型断定未来命里孩子的多少。因此，古人在选择女性时都会把口看得相当重要。在面相学中，嘴巴关系着一个人的幸福、食禄和贵人。可以通过嘴巴的形状来判断一个人，嘴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也可以看出对方是不是有福之人。一嘴巴宽大，嘴大吃四方的说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不过这个一般比较适用于男人。如果一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不仅会影响美观，而且这样的人在金钱的使用上较不懂得节省，容易出现挥霍浪费的情形。二、樱桃小嘴，有这样嘴型的女性一般都个性保守，比较满意现在的生活，幸福指数较高，同时也有口才好的表现。在旧社会时期，以男性为主要劳动力，女性负责整个家中的生活起居和关系协调。
所以女性是维持家庭和谐的关键人物，就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才能让男人毫无后顾之忧地去拼搏奋斗。三，嫁汉先看手，长字有主管和支撑的意思。孟子里说：“舜使一掌火，义列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红楼梦》里说：“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蹦时时掌不住。”在古代的时候，一个人手握权力，手掌里面会有印章或者虎符，这掌握命运的手就成了人们看向的重点对象。古代认为手掌大而健壮肯定是个有本事的男人，选择这样的男人没错，因为在以农耕为主的时代里，男人的身体是否强壮，手掌的大小是否有力，直接关系着一个家庭的经济能力。在当时，一个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是通过男人的双手努力打拼而来的，所以女性在找老公时，就会看他有没有一双能够赚钱的手。好，史上最强首相前10名，不是亿万富豪，就是达官显贵。如果你有一个，那就恭喜了。很多人都相信可以在手掌中看出每个人的命运。就比如有些掌纹就表示一个人天生就是衣食无忧富贵命。我们常能听到一些俗语，比如手相断掌值千金，凤眼纹旺夫有福，元宝纹旺财富贵，这些手纹眼花缭乱。但是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强的手纹前10名都是哪些，如果你能中一个，那么你就有福了。第10名，断掌。有人会很惊讶，断掌如此罕见，全世界只有5%的人只能排在第10名。其实手纹千万，第10名也十分强大了。在手相学中认为，拥有断掌的男子多为富贵命，即使儿时生活不顺，成长坎坷，长大后也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有所作为。如果生长在富贵人家的断掌男儿，更是可以凭借优越的生长环境，快速帮助自己完成人生目标。拥有断掌的男子多为富贵命，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有所作为，而这类的男子的断掌更不可轻易给人看，避免被有心之人知道是富贵命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古人常说财不露富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自己没有发达之前，低调一点毕竟好。第9名，三角纹在手心。三角纹出现在玉柱纹与生命线、智慧线之间，一生钱财不断。这类财库满满的手相，寓意着人们正财收入极为丰厚，可以在职场中拥有出色的表现。不光基本工资可以不断攀升，还可以获取极为可观的奖金与提成。总之，最终的收入会极为可观。这类人还可以时不时获得天降之财，比如说走路上捡到钱，买彩票中大奖，以及家中的老房子忽然被拆迁等。他们一生之中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很多机缘巧合之下，便可以成为有钱人。而且这类人只要自己可以克制住购物的欲望，花钱不要大手大脚，就不会遇到意料之外的开支。基本上除了衣食住行外，赚到手的钱大多可以累积下来，所以小日子将十分滋润。第8名，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第7名，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第6名，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
从性格来说，有这种首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首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第5名 M 字纹，事业线由手腕处起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形成一个斜 M 字母。这种人往往不到40岁就已经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了，所以是最具大富翁潜力的掌纹。据说很多成功人士都有这样的掌纹。看手相时，右撇子的人看左手，左撇子的人看右手。生命线和感情线年轻时会比较杂乱，30岁之后会更加清晰。有人为了得到好运，会用金色或者银色的笔在手心画 M 字掌纹，希望得到好运气。他们中年能积累一定的财富，生活十分富裕，性格耿直，稍微有点急躁，劈叉的事业线，在自己的创业路上稳步前进，会多的贵人帮助，取得不错的成就。财运方面会转好，特别注意感情方面，你天性多疑，并且处理事情容易摇摆不定，没有主见，易受小人欺骗，并且你过于感性，容易上当，所以感情方面要理性点。第4名，手心长痣。手心长痣的人往往是天选之人，他们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被幸运之神眷顾，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都会比别人轻松很多。上学期间，他们即便不是班级里最勤奋刻苦的，但成绩一定是最好的，尤其是在重要的升学考试中，他们往往都能够超常发挥。进入职场之后，他们工作也不算特别努力，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投机取巧，但总是能够在重大的项目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还可以帮助整个公司招揽到更多的项目，自然可以得到大领导的喜爱，还可以持续升职。所以手心长痣的话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千万不要将其去除。第3名，希望纹。在手掌上有一条线叫希望纹，希望纹位于食指下方，向下延伸。希望纹顾名思义是指这个纹路能够给人以希望，让你对今后的生活燃起信心。在手相数学中，手掌有希望纹者，其主聪明伶俐，头脑灵活，然自幼孤苦，六亲少靠，与父母缘薄，凡事自力更生，虽早年坎坷，运势起伏不定，但志向远大，怀抱希望，且不懈努力，晚年衣食无忧。在手相学中，生命线上有贵人纹，下有希望纹，其主性格沉稳，生性谨慎，为人聪慧，做事认真，且处处留心积累，善于理财，一生逢凶化吉，抱负皆可实现，事业有成，钱财可聚，晚景荣华。在手相学中，右手伸开，从生命线延伸出希望纹者，其主意志坚定，做事富有恒心，极具忍耐力，勤奋努力，且自身运气良好，一生事业稳定，财富自由。希望纹亦可称之为目标线，其起始于生命线，向食指方向延伸，几乎与玉柱纹平行之纹理，越是清晰明了，其主人生目标明确，事业越能步步高升。玉柱纹清晰直上，且到达无名指根部，其主积极进取，事业有成，且财运旺盛，一路富贵。中年之后，事业百尺竿头，晚年诸事吉祥，儿孙满堂，出世显赫，得享福禄。第2名，霸王纹。霸王纹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象征权势与富贵的纹路。在手相学中，它指的是命运线、金运线以及财运线3线合一，形成强大的纹路。这种纹路通常被认为是非常吉祥的，预示着一个人在事业、财运和名望方面都将有不俗的表现。一句话就是有钱有势有权，霸王纹在手，当真是要啥有啥。不过拥有霸王纹的你，不用辅佐别人，你就是世界的中心，想做什么就做，想怎么干就干，你就是天生的领导型人格，有影响力，有统帅他人的能力。但是这种真正的霸王纹
并不常见。大多数人的手相中，可能只能看到霸王纹的影子。有的人这3条线并未完全连接在一起，也有的人金运线和财运线没有长过感情线。即便如此，这样的纹路也可能使一个人的财运、事业和名气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其在生活中更容易取得成功。如果左手没有，你看看你的右手有没有？只要有一只手有，你就是万中无一的那个人。这种纹路的出现，往往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和经历密切相关。拥有霸王纹的人，通常对金钱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拥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判断力，他们擅长于发现商机，抓住机遇，往往能够在商场上独辟蹊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不畏艰难困苦。他们勇于冒险，果断行事，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除了对财富的渴望外，拥有霸王纹的人还具备着强势、果断和野心勃勃的个性。他们不满足于平庸，不停歇于现状，总是奋力向前，追求更高更远的目标。这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让他们在事业的道路上永不止步，不断创造出惊人的业绩和成就。因此，霸王纹的出现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标志，更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它象征着拥有者在商场上的强大潜能和领导才能，预示着他们将会成为商业世界的霸主，引领着时代的潮流。第1名，三奇纹。三奇纹能排名第1，主要是因为它在财运、爱情、官运3方面运势都十分爆表。拥有此纹的人士世间罕有。所谓三奇纹，指的就是一种象征着吉运、好运的线纹。这种线纹并非单指某条线纹，和川字纹一样，是由多条线纹组合而成。常见的三奇纹有2种，其中一种是太阳线中间出现分在，分别朝着中指和小拇指延伸，而另外一种就是手掌中的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的根部相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组非常奇特的纹理，被称之为三奇纹。之所以称之为三奇纹，不仅仅是指纹理拥有3条线纹分支，更重要的是这一手相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出色，分别象征了命主的爱人、贵人以及富贵。也就是说，拥有三奇纹的人能够在婚姻、人际关系和财富收入方面拥有出色的运势变化。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3奇？民间传闻：1奇为金玉良缘，婚姻和谐美满；2奇未能遇到知己贵人，纵使危难当头，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成功转运；3奇便是横财加身，富贵吉祥。三奇纹明显的人，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了不少便利的发明，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此生要官有官，求财得财。掌中生有三奇纹的男人，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命。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经得起大风大浪，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最终会因努力不懈、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最强10大手相就说完了。最后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是做什么，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自己的梦想终究靠自己打拼，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现代心理学家包括医学家也已发现并证实，人的手相无时无刻都在变化，你的思想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在雕琢你的掌纹并留下痕迹。所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好了，今天要给大家讲讲你的中指是什么样，就是天生什么命，超准。中指就是食指和无名指之间的手指，看人们手中中指的长短和粗细方面都能知道很多信息的。
更是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好不好的。就像是中指短的人一样，他们是喜欢自由的生活，不喜欢受到他人的管制，即使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也不能认真做好的，难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事业不能成功的，晚年的生活也会很孤独的。下面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中指手相与命运的关系吧。一、中指长短看命运。一、中指短的人，生活中也会看到一些人是中指短的，这样的手相不是很好的，代表着他们生活中容易失去理性的，容易冲动做事情的，难以认真的考虑清楚，这样真的不是很好的，容易导致自己的命运不好的，事业方面不能有很好的发展的。其实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喜欢自由的生活，不会想到他人的感受，自己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也不能认真做好的，难以让自己成功的，一辈子都不能有很好的发展，难以发挥自己的才能的。二、中指长的人，如果是中指长的人，他们的性格也不是很好的，在平时的生活中容易给人一种神经质的感觉，更是缺乏活力的，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的，难以让自己解决困难的，很多方面都不能顺利的，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真的是很难的。他们总是想着依靠他人的，经常依赖他人是难以让你有好的发展，我行我素的性格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容易让自己陷入到困境当中的，这样的人人生是不能顺利的。三、中指特别长的人，其实中指特别长的人是不能与他人有很好的相处，容易逃避现实的，不能很好的与他人相处，这样会导致自己的朋友不是很好的。他们绝对不能有乐观的心态，整天的都会沉迷在玩乐当中的，该做的事情不会做的，对自己的工作是不重视的，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不能想到他人的感受，任何时候都只会考虑到利益方面的，爱幻想的人难以有好的生活。四、中指过短的人，一旦出现了中指过短的情况，说明了这个人做事态度不是很好的，难以有耐心去做好事情的，更是容易冲动的。建议你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说话方面也要多注意的，不要轻易去招惹他人的。二、中指形状看命运。一、指根较粗，指头较细。长有这种中指形状的人，这种人一般心态稳健，处事大方，做事很有责任心，但是不喜欢与人争斗，也没有太强的野心，但是只要决定要做的事情，就会尽力的去做到完美。相对于声名和利益而言，更加注重自身内在气场的提升，在工作中人缘非常的好，能够得到同事们的尊重和敬重，也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工作能力比较强，事业运也非常的不错。对于异性来说非常的有魅力，也很有灵气，比较受欢迎。二、中指上下粗细均匀，指头略微向后弯曲，常有这种中指类型的人，大多内心比较的善良，富有同情心，非常的热心，乐于帮助人，内心非常的柔软细腻，处事也非常的细心和认真，特别的体贴，会照顾人，而且懂得尊重别人，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为人也非常的重感情，性格和善，特别的好相处，能够处理好身边的人际关系，生活方面比较的顺利。但是眼界比较狭窄，有着小富即安的思维，生活圈子比较的狭窄，与外界的交际和沟通能力较弱一些，很难取得一些特别大的成就。三、中指修长尖细，中指长成这样的人，大多父母运较好，得到来自于父母的关心和帮助比较的多。不过这种人大多心高气傲，
性情也比较的高冷，让人有种难以亲近的距离感，总是对什么事情好像都漠不关心，也不在乎名和利，性格稍显孤僻，显得非常的不合群。不过他们实际上非常的有想法，只要他们想做的事情，只要努力，往往都会做得特别出彩。4. 中指第一节的骨节略微向内弯曲，长有这种中指类型的人，大多心思非常的细腻，有着很强的观察力，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能够清晰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变化，内心非常的敏感。不过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都比较的多愁善感，负面情绪非常的重，心里总是装着很多事，容易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也容易背负太多的责任，懂得关心人，但是缺乏一些包容心，对家庭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即使发生争吵或变故，也会默默地承受和忍受。这种人一生过得如何，全看婚姻是否幸福，应该尽量多多打开自己的心扉，让生活变得快乐一点，这样对事业和婚姻会更加有利。3. 中指甲形看命运。1. 圆形。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中指呈现圆形的形状，看起来非常的圆润，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他们的脾气性格方面会比较温和，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脑袋非常的灵活，知道怎么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很难会遇到大的困难与挫折，在关键的时候一定会有身边的人帮助提携自己，在事业上会走得比较顺利，方向感会比较强。2. 三角形。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中指呈现三角形，则往往这样的人性格方面会比较极端，做事喜欢自私自利，凡事只会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不会顾及身边人的感受，甚至还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心机非常的重。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不会有啥是非观念，一旦自己不如意，就是对他们不好，之前对他们再好都是白搭。3. 方形。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中指为方形，看起来明显的比较方正，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此人的为人踏实低调，喜欢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深钻进去，总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努力，一旦给到他们机会，必定会一鸣惊人。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会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上不会缺乏吃穿，具有稳定的生活状态，只会越老越有钱。4. 梯形。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中指为梯形，属于上宽下窄，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此人的野心过大，事业心方面比较强，过于争强好胜，凡事就爱争夺第一名，所以他们的人生运势起伏会比较大，但是只要是他们肯努力，肯上进，必定会拥有非常不错的收入来源，自己的积蓄财富积累的也会比较多，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的首相，日后必定会非富即贵。4. 中指纹路看命运。1. 艺文。艺文顾名思义，代表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和天分，这种纹路的重要特征便是与沉纹开口朝向基本一致，但是开口的幅度较大。如果一个人的中指常有艺纹的话，代表着这种人的艺术天分非常高，很有创作才华，思考力和创造力都比较强，有着很强的审美能力，注重精神层次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格调，在某一方面会有一些特殊的才能和成就，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与常人不太一样，在感情方面容易幻想，不切实际。2. 军纹。军纹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斗纹，代表着一个人的富贵和权势。在五指中，
中指最能代表着个人的命运状况，也为五指的正中央位置，为君位。如果中指常有君纹的话，君位配君纹，代表着大富大贵之意。这种人的主动性和行动力比较强，而且很有主见，身边贵人较多，有着很强的领导力，容易得到身边的帮助，而且自身能力也比较强，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3. 铭文。铭文的形态比较特殊，看上去与螺纹和簸箕纹差别都比较大，整个纹路的形状呈弧形，且幅度较大，没有闭合。铭文顾名思义，代表着不宜在官场发展，不过很有商业天赋，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处事圆滑灵活。虽然不宜谋取功名，但是挣钱能力比较强，虽不能大贵，但是容易大富。4. 奴纹。奴纹的外形呈喇叭状，顶部弧度较窄，然后向外扩张。如果中指常有奴纹的话，代表着容易受雇于人，被他人驱使。这种人一般出身不好，从小就容易吃很多的苦头，也得不到家人的帮助，凡事都得靠自己努力，一生辛苦而劳碌。不过如果其他4指长有君纹的话，就会好很多。虽然前半生比较辛苦，但是属于先苦后甜的类型，晚年能得富贵。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